如果你无法公平客观的去比较这些设备，你就买你支持的那个品牌，不要再花时间比较了。但抹黑我是不能接受的，你根本没看我的影片就留言了吧？我缺点写那么大一篇呢，一直耶的，耶。再说一次，我不回应黑粉，因为这对支持我的你们来说很不公平，所以我只回应支持我或者是认真客观想要跟我讨论的人。但我很怕有人以为我是故意在逃避他们的质疑，因为这次争议真的太多了。为了消除你们的担心跟疑虑，我们先 Q&A 好吗？如果你直接想要进到比较的环节的话，你可以跳着看。首先 ，S Pro 2画质不如 Action 5，我不知道这个结论是怎么来的，但我测试的结果好像就不是这样子。它们画质是旗鼓相当的，尤其是光线不足的时候 ，S Pro 2很多时候表现反而比 Action 5更好。前面其实又有一个桥，我们看一下那个穿过去那个桥底下之后，那个画面明暗表现会是怎么样？我不知道结果会是怎么样，但你们可以拭目以待。我也会拭目以待。我现在眼睛真的痛到一袋啊！我眼泪一直流啊！但为了保证收音的清楚，我还是必须……哦，对，好，我再穿一次。为了保证收音的清晰品质，我还是不能把护目镜压下来。啊，终于让我等到天黑了，好冷。现在两台超级夜景模式 Pure Video Plus 模式，然后 4K 30p， 非常公平的一个状态。你们可以看一下现在它那个经过路灯啊，然后经过公园啊，那个画面的表现怎么样？我们跑起来吧，我们跑起来看看。现在是全速冲刺中。夜景模式的低光防锁阵，你可以说你更喜欢 Action 5的颜色，你不喜欢 S Pro 2锐化或者是对比度太强、饱和度太高的感觉，但绝对不会有 A 会比 B 好这种结果。差不多。上一篇我们说了 S Pro 2更适合 Vlog， 这是我真实的想法。我觉得此时此刻，我更喜欢直接收音的麦克风罩，更大的翻转萤幕，8K 解像力，2倍无损放大的功能，还有你可以监看画面的手表。就算你不买手表，你也可以用手势直接去控制，这些都是在 Vlog 拍摄上很棒的优势啊！没有任何的外力干涉我，要求我要说出这些想法。也许下一代我会改观吧，我不知道。但目前来说 ，S Pro 2在记录生活的这一块，我觉得它是更有优势、更强势的。再来 ，S Pro 2的镜头会起雾，这个质疑绝对不是 Insta360 用户留的。有些 S Pro 2会起雾，还没有透过客服去召回更换的。你透过 App 发讯息给客服，他们会第一时间处理这个问题，因为这个是算是首发时的公关危机吧。我感觉他们是很有诚意在处理这个问题的。想当年我买 GoPro 的时候，从第5代热浪到第9代都，我自己最近才拿到 S Pro 2，所以我有猜我会这么晚才拿到，就是因为他们在处理起雾的问题。也因为我拿到这一台的时间比较晚，我去了零下14度的韩国，在偶尔下雨、偶尔大雪，室内外温差又超大、又湿又冰又寒流来的韩国，是从未起雾过的。不会就是不会，不要听他们在那边造谣。反正这个时间点买 S Pro 2，大几率你是不会起雾的，放心买。在 Log 只有8bit， 超惨。我上一次也有讲过，这是一个遗憾，但绝对没有到超惨。以前 A7S2 和 A7III 我们也是只用8bit 在拍，没有10bit 确实是一个劣势，但有10bit会就比较好哎。这是 S Pro 2的 Log 套还原 LUT， 这是 Action 5的 Log 套还原 LUT， 你们觉得怎么样？我两个放在一起给你们看。OK， 现在两台都开了 Log。S Pro 2的话是8bit iLog，DJI 的话是 D-Log N 10bit。你们可以看一下那个画面的差别，调色断接。我相信你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应该是感觉不太出来，所以我可能要经过一些重度的调色来刷。那有调吗？就是我要让你们看一下那个，如果在把颜色调得很暴力的情况下，它断接会是怎么样的，你才知道为什么大家一直在吵说我们需要 log， 我们需要这个 log。对，大概是这个原因啊。OK， 接下来热爱 log 的人们，这是8bit log iLog， 然后这是10bit D-Log N， 两台都是 log。
但是在 Log 模式下呢，你是没有办法使用它的夜间增强 AI 功能的。所以现在2台都是一般的模式，一般录影模式没有使用到它的夜景增强的功能。就它根本的问题不是在色彩的断接，而是在低光涂抹的噪讯太严重。所以就算你选了 Action 5，在晚上的时候开 Log， 拍到的素材也不会比你在开低光模式的时候更好。你说那白天呢？白天当然可以拍 Log 啊，可是我 Log 的动态范围比 HDR 小，我更建议开 HDR 再去微调锐化跟饱和度，细节反而会留得更多。除非你不喜欢 HDR 啦。然后再来就是，除非你是专业的影视工作者或调色爱好者，你有宣传片的拍摄或广告的拍摄需求，你要维持口袋相机、运动相机、空拍机还有 Urin 4D 这套 DJI 系统在动态范围还有调色逻辑上的一致性，同一条 Log 曲线，你才会比较需要这个 Log。如果你根本听不懂我刚刚在讲什么，或者是你根本没有其他的 DJI 设备，我相信大部分的一般用户是用不到 Log 的。事实上，我用 HM5 还有 Pocket 3的时候也没在拍 Log。当然，我不喜欢用，不代表你不会用。我只是，我不懂为什么到了 S Pro 2，大家反而突然很介意这个？这真的给他一个公平竞争的机会吧，毕竟鹬蚌相争，消费者得利啊。续航 Action 5完胜，是的，没错，这是实打实的数据。可是真相没有那么简单。事实上，我将这2台相机都开成萤幕不熄灭的模式。然后同时拿出去拍的时候，我发现它们耗电的速度好像是差不多的。我们是以 Vlog 评测为主的频道嘛，自拍怎么可能会让萤幕黑掉嘞？不是我要硬凹，但是萤幕不熄灭的情况下，2机的耗电速度其实没有太明显的差异。当然，如果你更希望它黑掉，然后显示目前录影多久了，那 Action 5才有这个酷酷的数字显示功能。那如果你不介意确定自己录了多久的话，S Pro 2在省电模式搭配录影指示灯加熄灭萤幕的情况下，续航的时间也可以达到2个多，快要3个小时，只会比 Action 5差了1个小时。但就算是它原本的数据 ，S Pro 2的官方数据真的有很烂吗？跟 Pocket 3是差不多的为什么我之前在评测 Pocket 3吐槽它不能换电池的时候，一堆拥护者说啊手机也不能换电池啊，到了 S Pro 2，反而一堆人一直在骂它续航很差。有趣的网路。我通常一天 Vlog 的拍摄4K 30P， 保持手表开着跟连着的情况下，只会用到2颗电池，断断续续的拍也只要用到1颗。那我习惯带3颗电池出门，你会怕的话可以带4颗。不想多买电池的话，2颗轮着用就好。它机身有快充，充电器插着行动电源也绝对够。不要被带风向 ，Pocket 3大家都用的那么爽了，没道理到 S Pro 2它的电量就突然被嫌弃啊！还有什么啊？奇怪，为什么留言都是骂 S Pro 2的没有人对 Action 5有什么意见或是疑问的吗？这样搞得好像在帮 S Pro 2护航有趣的网路。再重申一次，我没有在站队，2台都很值得买，2台都很成熟，看哪台更适合你而已。好，进入比较的环节。首先，2个设备共有的优点就是不错的低光演算法，不错的直出 HDR， 不错的电子增稳技术，不会热宕机，又防水耐撞的系统稳定性，都让这2个设备随时可以轻松开始记录你的生活。其他像是蓝牙耳机、麦克风连线、收音音量表，就是收音的时候会跑的那个图表。还有语音控制啊、时间码、水下模式等等，运动相机都会有的丰富功能，这2台也都有。它们就是目前市场上最成熟也是最好的2台运动相机，就是2选1。那到我这个发片的时间点，我觉得你应该是买2台，哪台都不亏啦。至于 GoPro 13的话，就看用户需求或是品牌忠诚度。对，说来话长，等它低光画质追上2个品牌，我再一起比好了。还有不会热档之后，我很想一起比较啦，真的，但我买不下去很贵，而且会热档。我至少买过5代，我算是曾经的脑粉吧，但我们现在不适合啊，我们不适合，也不想认输。GoPro 加油，下一次一定放在一起比，我看好你哦。独家特色的部分 ，S Pro 2的指向麦克风罩在裸机收音这方面一定会更胜一筹。翻转萤幕在自拍的感受也更接近 Vlog 相机或者手机，也能直接当个小脚架立在桌上，当成夹子夹在胸前。独家配件 GPS 预览遥控器，只相容于 Insta360自己出的相机，挂在胸前或是戴在头顶的时候，都能透过手表看到画面，操作录影。
更改参数和视角，还能用来开关机。车内开关机，车外的相机也是没有问题的，支持最高8米监看和20米遥控。我拍整人节目或是实境秀的时候很常用，大力推荐的配件。AI 功能包括高光助手和手势拍摄。高光助手就是 AI 会在声音变化或是画面变化比较大的时候去做一些标记，丢到 App 的时候就可以自动帮你剪出精华，新手好朋友。手势拍摄一定会比语音控制好用，就是你可以对相机比手势操作录影或者是拍照，也是很有科技感的功能。但我诚实跟你说，这2个功能我都蛮少用的，因为手表真的太香了，直接用手表控制好像比较快功能也是比较多。我自己使用的习惯是遇到有趣的片段，我会直接用手表停止录影，再马上开始录影，这样我回去剪接的时候就一律从素材的最后面往前翻，你就会最快找到那些有趣的片段。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法。接着我们讲 Action5，首先是它的灰片模式 ，log 是10 bit 的嘛，这个有在玩剪辑调色的会比较知道。简单的说，它可以在更有电影感的调色风格下，更不容易出现一格一格那种断接。会更适合用在专业的影视制作。其次是白平衡感测器，这个安置在外部的感测器可以比晶片的电子运算更精准的测量环境的白平衡，颜色还原会比较接近你肉眼所见的样子。然后翻倍的续航时间 ，Action5首次采用了萤幕省电显示的功能，这让它在续航上可以坚持更长的时间。一颗电池的续航时间是其他品牌的2倍。内建47GB 的储存空间也是一个卖点。虽然我的记忆卡从来不会拔出机器，但我不拔不代表你不会拔。如果你碰巧忘记插卡，那这个功能可以救你于水火。还有内建压力计，可以帮你记录水压、气压的资讯，剪辑时可以制作成具有专业资讯的素材。用得到就会很想要，用不到就算了，我就用不到。注意，压力计跟 GPS 是2种不同的功能。如果你需要仪表板的话，还是要额外买它的 GPS 手表。人物居中跟随，我觉得算蛮准的，它会自动帮你把素材在运算的时候保持人物在画面的中间，但对我来说画质损失会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我不会用。比较让我惊喜的是它的开机反应时间几乎是 S Pro 2的2倍快，大概最快0.7秒就可以从开机到录影，让你更不容易因为关机休息就错过精彩的瞬间。再来是 DJI 麦克风的生态相容性，如果你原本就有 DJI 系列的无线麦克风，你希望在运动相机上使用 DJI 的无线麦克风，那 Action5 才能彻底解放这组麦克风的完整功能。不管是 DJI Mic 2的自动内录，还是 DJI Mic Mini 的自动防爆音，在 Action5 上连线，你会更能够更改麦克风功能到很细节的程度。讲到这个，我想稍微离题一下，我其实不是那么喜欢，因为你 A 用什么品牌，所以你 B 也应该用那个品牌的想法。建议你们跳出这个框架，像是 Insta360的图传手表，还有 DJI 的无线麦克风。图传手表可以保留 GPS 资讯，在影片里面放仪表板，功能超全面，简直就像是把相机的萤幕直接拔到手表上，远端遥控它，超有科技感，超级好用。DJI Mic 系列独占 Vlog 麦克风市场，大颗的可以内录，小颗的可以自动防爆音，也是无敌。可是这2个设备都存在同一个问题，就是多设备连线。如果我今天 X4 全景相机连到我的手表，我可能会用手表开启相机时，会不确定现在要开启的是 X Pro 2还是 X4。它会晕头转向，所以我会更建议你一只手表只固定配对同一个设备这样子。那 DJI Mic 也有一样的问题，如果你在用 Pocket 3还有 Action5 都配对过同一组 DJI Mic， 那它会在设备同时开机的时候可能配错机器，这个配错然后修改的过程超级烦躁，所以我会建议你一组 DJI Mic 就是固定配一个相机，像我的 DJI Mic 蓝牙功能固定都是配 Pocket 3，也因此我并不会让它去连接我的 Action5。那这样的话，因为可以连 DJI Mic， 这个推荐理由就不成立了，因为同时用的时候，你会反而觉得它变难用。我出国最稳定、最舒服的体验是追求音质和画质的拍摄，我会用 Pocket 3配 DJI Mic。那遇到风大、天气不好、空不出手或者是跌跌撞撞的行程，我就会用 X Pro 2搭配它自己的指向麦克风，然后连图传手表来拍摄。想要多增加素材的丰富度，我就会额外拿出 X4 全景相机拍点酷东西。那你看完，你还是很想买 Action5，也还是可以，毕竟它跟 DJI Pocket 3的色彩是比较相容的。我只是不建议你 Action5 跟 Pocket 3同时连同一组麦克风。真的很烦，千万不要这么做。回到配件生态的部分 ，Insta360自全景相机起家，全景相机讲究的是玩乐的丰富度，所以 Insta360的运动相机配件丰富度是逼近 GoPro 系统的。你几乎可以一站买齐所有你想得到的配件，不只是保护贴，包括脖挂、吸盘、蟹形夹、背包快拆、宠物背带、3米自拍杆、手腕带。
滑雪杖支撑感，当然还有图传手表，它甚至有自己品牌出的记忆卡，然后你还可以在它的商城里面买到 T 恤。虽然我不知道谁会在它的商城买 T 恤，但真的蛮炫炮的。DJI 是3轴稳定机起家的，再延伸到空拍机、口袋相机以及运动相机的领域，所以它的配件应该算是蛮杂的。有各种部门各自在研发自己配件的感觉，丰富度就没有 Insta360那么多。但是它有一个目前只有它有而我买不到的配件，就是增广镜。有了这个可以拍到更广的视角，有这个选择的话当然是加分的。虽然那个配件一直在缺货，你想等的话就可以等。然后我很喜欢它的这个外框，它这个外框是送的，喜欢的点是它比起我以前用过的外框都还要好卡进去，卡起来很舒服，从前面推进去就进去了。有附竖拍磁吸区域，这个地方也很加分，适合偶尔想要竖拍的人。但我觉得它还有很多的问题要解决，首先是它的凸度不够保护前萤幕跟镜头，你的镜头还是很容易去碰伤。再来是装上去的话，换电池会变得比较麻烦，但这个算小问题，因为你可以选择你要不要装嘛。比较烦我的是它的磁吸快拆有很强的极性，像 S Pro 2的话，你可以很自在的切换正反，但 Action 5就是不行，它快拆固定要一个方向才能装。我会建议你可以买 PGY Tech 的 Cap Lock 快拆，这样你就可以透过它的快拆组件来换方向。然后是保护贴的部分 ，DJI 官方没有出自己的保护贴，所以你必须自己另外找副厂的来贴。可是它这个外框会框住一部分的萤幕，所以你在找保护贴的时候，可能要找一个不会卡到外框会掀起来的，就会稍微麻烦一点。但 S Pro 2官方是有出保护贴的，你就直接无脑买官方的就好。这样看下来，你会发现 DJI 自己的配件生态还是稍微有点不够完整，所以如果你逛半天都没有发现你喜欢的配件，你也可以即兴买 Action 5，然后配件买 Insta360的。App 功能的部分，两家的 App 都有提供消除自拍杆的功能，但为了要消掉那一根自拍杆要运算比较久，我会宁愿不要消除。连线操作方面，我觉得大同小异，但都会有延迟跟卡顿。想要不卡顿的话，远端操作还是 Insta360的手表会更顺手。那 App 下载素材的速度 ，Insta360经过全景相机系统的操练 ，DJI 经过空拍机系列的累积，两家 App 预览算法跟下载速度都非常快。如果你是要掐素材到手机里的话，两台其实都不差。我看到有一些抱怨说 DJI 的 USB-C 传输速度很慢，但这个是科技天花板，就是每一家都一样慢。事实上 S Pro 2透过 USB-C 传输的速度是跟 Action 5差不多的，都是35 MBS 左右。我更建议你透过读卡机拉记忆卡里面的档案会更快。比较尴尬的是 DJI 的47GB 内存是无法取出的，所以你透过内存记录的素材注定是只能慢慢传。但这毕竟是你忘记带记忆卡的代价嘛，它是在应急，它是在救你。我觉得这不应该是被嫌弃的点啊。可是有解法。如果你是透过 App 下载素材的话，你会发现它的下载速度可以逼近70 MBS 甚至以上，几乎等于一般 TF 卡插读卡机的传输速度了。所以如果你不小心用到内储存，又急着要把档案拿出来，就透过 App 吧。不是吧？我这样还要从手机把档案拿出来？有个让我意外的惊喜是，插上 USB-C 孔之后 ，S Pro 2提供反向充电的功能。就例如你手机真的快没电了，在外面临时你的行动电源也没电，然后你急着要用电的情况下，你可以透过 S Pro 2的电池稍微帮你的手机续命一下。我不确定你用不用得到，但这个功能对常出国旅行的我来说算是一个保险。后置功能的部分，剪辑方面我觉得两家都偏废啊，他们又不是卖剪辑软体的，这没办法。我会习惯把素材掐头去尾后下载到手机，改用剪映之类的 App 来剪。想要无脑丢进 App 剪精华花絮的话 ，Insta360在创意功能更为强势，有 AI 魔术师啊、光电环绕之类酷炫的效果。DJI 的独家功能是水下色彩还原 ，S Pro 2则是内建在相机里面，所以能够后期再选择要不要调色的 DJI 会更适合水下的玩家。稍微提一下水下自拍的部分啊，虽然 S Pro 2也有内建水下拍摄的模式，但是相较于外露白平衡感测器，同时又有前萤幕可以看到自己，在水中自拍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自己的 Action 5来说，水中自拍我可能会更推荐 Action 5。那如果你是通勤族，目前 S Pro 2有一个行车记录器的模式，它可以设置录影循环的区间，也会帮你压上日期、时间的浮水印，搭配它足够清楚的夜间画质，可以让你在日常拍摄之余，把它变成一个行车记录器来使用。即使将来你买了新设备要淘汰它，也可以就这样让它留在车上，或者是放在机车车厢里面，延长它利用的价值。透过它们独特之处的差异，你应该会更清楚哪个设备更适合自己。再提供你一些老客户升级点的资讯好了。
S Pro 2比起1代视角变广了一点，这样你开线性或者是360度增稳之类的，也会裁掉更少的画面。多了收音、麦克风罩、保护镜变得可以拆，影片解析度上到 8K 30P， 还有 4K 60P 的 HDR， 4K 120P 的慢动作，照片解析度有5000万，萤幕显示的解析度几乎翻了个倍。那多了徕卡预设的色彩 iLog， 最重要的是多了一片影像处理的晶片，直出画面的色彩跟曝光都会更适合直接剪辑就上传到社群平台，而不用额外的调色。然后是 Action 5，它新增了47GB 的内部储存空间，内建了压力计，然后续航暴增到了4个小时。影片解析度最高是 4K 60P 的 HDR， 照片解析度是4000万。账面上似乎略逊于 S Pro 2， 但是我们主力还是在拍摄 4K 为主。我觉得光论解析度啊、画质啊，它们的差异没有大到会让你纠结的地步。新增超级夜景模式，总算让它的低光演算法赶上 S Pro， 但就像我上一篇说的一样，有人说 S Pro 2比较好，有人说 Action 5比较好。你硬要我选的话，我觉得 S Pro 2双晶片的低光噪讯抑制会比较聪明一点，但这样又要有人讲我在业配。前代继承的部分 ，Action 5跟 S Pro 2跟自家的上一代都是相容的，就是说，如果你本来是 S Pro 的用户，你所有的配件包括潜水壳都可以沿用。Action 4要升 Action 5也是一样，这两家的产品上一代就已经很成熟了，这一代基本上是从原本的结构延伸，然后再进行内装的改装。那两代的旧用户都是可以无痛升级的。麦克风收音的部分。真的没什么好比的，怎么比都不公平，不比不知道一比呀呀，一比一比呀。冷知识，有人知道一比呀呀这首歌的一比呀3个字数量是一样多的吗？好没用的知识。你要用 DJI 的无线麦克风，那当然就是 Action 5。那你害怕无线麦克风断断续续的，或者是没电，那当然 S Pro 2更直觉。那最后我还是很主观、很有偏见的说。我真的很不喜欢在 Vlog 设备上面额外用无线麦克风，我拿 Pocket 3也不太会连麦，会稍微有点麻烦一点点。然后再加上无线麦克风的拾音是从无线麦克风本身收出去嘛，那指向麦克风不是，指向麦克风指向谁，谁就是主角。我觉得这种麦克风的收音方式更有临场感，更真实一点，所以我还是更喜欢用指向麦克风，而且这样也不用担心你无线麦克风夹在身上会喷掉什么的。看来我的立场稍微有点偏颇了，赶快补写一下。我不用不代表你不用，只要你用运动相机会连无线麦克风的话 ，Action 5才能完整解放 DJI 麦克风完整的功能。以上就是这次的评测，我已经尽量不要讲出太多专业的术语了，还是能讲这么长。但我也观察到大家对这些器材其实没有以前那么热衷跟热情了。我也不清楚这份热情可以对器材的喜爱可以支持我再拍几支长片。所以，如果你们还愿意看我讲干话、分享器材的话，谢谢。也许我会再努力一下。就这样，有什么问题你们再留言，我会尽量仔细的回复你。那想看什么其他的评测，也可以告诉我，我尽量去做。谢谢你们，我是三兵冰岛来了，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